我的小本本儿。今天其实我想要先做3点道歉，和观众道歉。你以为你自己是明星啊？占用了公众资源道歉啊？道歉比较火嘛。流量到，我想首先啊，就我以前做的内容还是有一点哗众取宠，我觉得。我有比较高的标准来看自己的话，那我觉得这个首先是我想要道歉的，因为它并不符合我自己的初衷。OK 啊，那第二点呢，我觉得要道歉的是那些希望我们做的比较好的观众他未来可能不太能够看到我们快速的成长了，因为我今天要做一个决定。OK 第三呢，不管是所谓的黑粉也好，就是骂你的，或者说哎呀你真的好棒啊，我都要说我可能以后不会这么的 care 观众，当然背后是有原因的，不是说很 rude 的不 care， 而是出于分享的一些需求和我想要做的决定是有关系。这听起来就是像我们女性的传统思维，要从一个 being likable 的这样一个传统女性的角色，然后变成到大女主 big girl 独立自主。我不知道女性身上有这种枷锁啊。Of course， 哎呀，因为你是男人，你不知道吗？这是。对那简单来讲呢，我想要放弃就是纯粹的博流量。当然我本来并不是这样的，但是我想要几乎不太关注流量好和不好。那么换言之，你曾经是非常关注的？我当然很关注了，因为我曾经也有分享过，我觉得去做节目它本身的目的它就是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它并不是做善事嘛。肯定。那它一个很好的一个衡量标志就是像粉丝流量甚至于流量直接就是钱嘛。所以其实你也会把这些量化的指标来衡量自己是不是达到了自己给自己预期的要把 YouTube 频道做好。对，当然我企图协调的是内容和流量嘛。你看有些观众他也常常到现在还每天跟我写信说，哎呀这个地方有一个灯会那个地方马上要办一个什么旅游博览会这个地方新开的一个东西对你赶快去看看那个可能会有很好有可能会有流量。但是我想要说的就是未来我的重点一定会非常非常明确的去做一个转换，一个 shift， 把我的关注点放到这个我想要分享的内容本身上面去。 OK，而且你看我们已经做了1年多了嘛，在做 YouTube 的过程中，它的技法层面，就是你说什么怎么说，用什么软件，等等等等硬件，我已经琢磨了好多了。其实你说没有门道吗？我觉得我琢磨出的门道恐怕要比大多数人还要多一点，只是说琢磨出没有做得很好。我觉得挺好的呀。没有做得很好的原因是你不屑于去做这些事情，或者说我们频道的调性不允许我们去做一些很快就能够利用技术然后获得流量的一些节目。对，坦白讲就是我也有做一点点，我待会儿会分享自己所犯的错误嘛，还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待会儿也会分享。我觉得你比方说我琢磨出的门道第一人肯定是越多越好那最好呢有个美女，然后有一个老奶奶呢也是比较好大家会比较喜欢看热热闹闹整整齐齐的一家人嘛。但是也是有话说话同时呢季节性的话题热度是很重要的这我不评价好坏，因为我还是会去做的但你如果纯粹为了热度而说没有感而发的话，这个是我比较反感。对还有呢你比方说一些用词这特别多我现在发现特别多的用词就是说谁谁谁被惊呆了就什么惊呆了，然后呢逃的系列，比方说逃出马来西亚，逃来马来西亚，逃去外国，什么外国逃回马来西亚等等等等，凡是用上这些词大家就会一下有个震惊，你知道吗就是为什么说我也犯错我也有，你看我前2天想了一想一个视频不是特别火，我就改成震惊中国人，就果然又会好一点所以我也为自己感到这种有点 ashamed， 就是有这种感觉。shame， 我觉得2分法，对，我非常讨厌2分法，但是不得不说是2分法。你觉得讨厌是因为你好像是在做一个所谓的博流量，被人家说中了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你回到你自己的初衷，你不是就立志要把频道做好吗？那频道做好就是要让更多人看到你的节目，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分享什么内容，还有你是否有真实的感受也是很重要的。我待会儿就会讲到这一点，以及如何你站在 YouTube 你要知道它是世界第2大的搜索引擎，它就是一个最大的娱乐平台。你怎么在这个上面还要分享你真实的感受？我待会儿会讲一点我的所思所想的。那么
我所讨厌的样子是什么？就借这个我回顾了一下，我不喜欢自己变成什么样子。你说说看，我看看你现在有没有具备这些。可能和最近用那个 Apple Fitness 做的很多冥想也有关系。我开始反思自己就是我觉得我不喜欢的是什么？一个是哗众取宠。For example？For example 就我讲的一些大词了，但是我自己也犯过这种错误嘛。但凡就要加上中国人或者大马人我是指没有必要的情况下。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无病呻吟。就是写一些空洞的，你都不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的一些文章。然后把它念出来。我也犯过这样的问题。是吗？我也有了，我觉得，但不多。我印象很深，你那个做那个减肥系列的，这我实在是觉得。无病呻吟，那是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个体实验嘛。OK 那待会儿怎么融合我们还是会讲无病呻吟。第三个呢就是爹味很重，教人做事。当然很明显，在我们家里面，对，在家里嘛，对吧？但我自己反思，就我们做的这个频道我觉得爹味很重，基本上没有，我极力的避免。我反复强调，就是我们的真实感受和个体出发。那第二个无病呻吟呢，我也是要极力避免的，就确保自己问好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哗众取宠就是比较明显的毛病，因为它容易被带偏，真的好容易被带偏。我觉得你的爹味很重，还表现在某一些方面，就是你会做一些比较小众的、不符合我们所谓的大马生活家给人生活在异乡的勇气那些知识型的节目。就是这个爹味重是表现在你觉得这个对你很有收获，但是对别人不一定，因为别人抱着的心态是休闲娱乐。我觉得你的爹味是在这方面让我感觉比较重。但我不太把它定义成至少说我们频道的一种爹味因为我确实要分享，至于听不听是别人的。你比方说 OK， 那我倒过来另外一个方向，我们就做讨好别人的一些节目。为什么要因为你说了吗？要去做大家要听的，所以你就容易变成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就变成讨好。这显然也不是我。所以这里面要有一个综合嘛。OK， 我们可以去探讨。OK， 那么讲到这些看到自己讨厌的样子，我就会发现，在我们做的这个长河也不长河，就1年多的时间当中，会有哪些问题呢？你说第一个就是外在的表现为不安。比方说你其实这一点你比我还要严重，你不是因为爹味重或者哗众取宠，因为大部分并不是你这样去制作的，而是你更加容易焦虑这个外在的不安就表现在我们会不停的去刷粉丝到多少啦。我不是很 care 粉丝多少，我是比较关注大家的评论，我其实看的是大家的评论。那我也是我想说的，像评论有时候碰到一些大家的黑粉或者酸民的一些不太 nice 的比较 mean 的这个评论，我没有准备好，对吧？你也会跟我来分享吗？对。你过了一晚上，你说，哎呦，昨天有一条让我睡不着，怎么，我们还会分享，有时候还把它当然做成节目是比较好的，会有这种情况，对吧？我有一种想不通，就是有很多话都是我爸以前还有我妈以前诅咒式的对我说的，我不明白为什么陌生人看到我们的节目，一个陌生人可以指着你的鼻子骂你祖宗三代，用那种很难听的话去骂，我是想不通这一点。对。那我觉得现在我没有想通也没有关系，因为存在即合理嘛。他也满足了他的需求，我只要不承接住他的需求对我的伤害，这才是我的本事。我需要修炼。对，这是要修炼的，是吧？那他其实会更多的形成这种内在的不安，来造就这种外在的不安。你比如说，我们也会不停的去找，哎呀，到底什么话题最近火了？就我觉得这就有点走偏了，对吧？至少我会的啦，我会的，因为我知道季节性很重要嘛，对吧？所以我会去看。那你不得不的，你看就会想，哎，我是一定要以蹭上这个话题为标准再去做一集的。太熟悉了，这是你有一段时间经常说的话。对，所以这种就会转换以后会什么呢？就不得不的又会形成一种不真实。就你所努力的方向跟你其实内心所想的是分叉了，对吧？那么你看，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花下去的时间也是不少的。也是花了不少时间去做这样的事情嘛，对不对？然后你还要幻想，哎呀，未来我如果这个做得很好，变成很多人以后那种感觉，像 Wilson 就一直提醒我说你什么时候拿到那个银色的牌子就是那个10万粉丝拿到的嘛。那可是如果做不到怎么办？做不到就做不到，那你至少可以保持真诚啊。是啊，所以我就想要。既然保持真诚是这么重要，为何我就不全力的真诚呢？对吧？就像我们上个月做的事情一样，可能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你只有先保持住自己的底色和你的真诚，然后我们才能走得更远。对，我想说的就像这些声音这些小念想，它就像 siren 一样，
就是你的船在开的时候，他在旁边歌唱，好美啊，很好听啊，你就不得不会分心，不是说你没有在开船啊。明白，我明白啊，对吧？那么你对自己的一种失望也好，不安也好，其实反而会形成这种负能量，而这种负能量其实是内心的一些小种子、小星火所造就的，有可能你会被带偏了。对，这个我讲的有点需要，但是我可以举一个我明显不想要成为的样子。OK， 我就讲一个频道好了，因为观众朋友反正也不太喜欢他。有个频道叫那还是推荐过说你很喜欢的这个频道啊，因为我觉得我以前关注就是说他做频道的形式是成功的，这也是我提醒大家说你不要小看他，是因为他以比较快的形式做到日更级以上嘛，而且呢，他可以拿到一个话题就来说，口条还算是不错，但是我慢慢发现呢，这种并不是我喜欢的，我觉得 OK， 他完全可以做他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就相当于演出了一个叫移民真人秀，他的话题主要就是说，美加澳新有做什么调整。泰国移民开放了，我们感觉很亏啊！再不移民来不及了啊！国内真的不行了。他讲来讲去就是这些话题，然后永远不会移民。所以你看他的评论，所以大家都在问，就是说你到底什么时候移呀？你怎么总是说啊？但尽管这样，其实不影响频道的发展。频道可能发展的还是挺不错的，但是每天生活在这种撕裂当中，我不是说人家频道不好，这是一种做法，是大部分人的做法，但我回问自己这不是我想要的做法。对啊，人家也许就是扮演一个想要移民，但是在纠结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中年人的形象，他扮演的就是这个角色，就好比说是 Uncle Roger， 至于这个黄景瑜是吗？还是讲什么这样一个人的关系？那我反思一下，就是 Uncle Roger 还有他好的地方，因为他相当于扮演了一种华人内心当中最隐秘的、最不太愿意说出来，他把它给表演出来。对，但这种你把自己当成个演员，你戴的是另外一副面具，我始终觉得对我们俩不值得。我们会很累的嘛。对，你演的是另外一个人 ，OK， 所以我觉得到我们这个年龄，有可能思维也变得很钝了，能力、体力都变得很差了。但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单单我们有一些智慧，而且身边好像好多事情，我最近总觉得好多事情会联合起来，像一个小团体一样的一起来提醒你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我好幸运有这种感觉，就是叫什么奇遇恩典嘛，然后冥冥之中有谁给了你一个指引的。对，也是村上春树说就是那个 epiphany，那种天启的感觉。我给你举一些例子好了，比如说前阵子这个柯文哲的弊案像大马的这个第二大骗张玉发，我们虽然没做成他的这个节目，但是他的故事也给我启发。我就问自己，我想不想要变成这个样子你虽然很成功，但有一天当你面对自己的时候，他可能觉得还是安之若素但别人会怎么看你，对吧？对，你说到这个，我就联想到我们上个月做的这样一个把频道收益去捐掉的过程，我也是感受到了一种非常可怕的所谓叫公众人。我们虽然是很小的这样一个频道，对，我感到非常恐怖的就是，其实如果心有胆念的人，他可以很轻而易举的利用公众的善心，然后去做一些事情，编织一个虚幻的这样一个环境。对。所以我看到那些观众给到我们的 super thanks， 我感到的是惊恐和不安。没错。我感觉我承受不了这样，这也是这个小团体，就是这些我说这些举着 red flag 的小人当中比较重要的一环。尤其是上个月，我们打算把自己最重要的东西捐出去以后，我看到了大家以后，我就开始担心自己了。对，我担心说，我如果再有一点点念想朝着哗众取宠的方向去走的话，那我可能就会走偏了。对啊，我是很容易被走偏的，因为大家的呼声太高了。对，我们想走的那个路径应该是以内容取胜，然后通过大家的观看就可以了。对，我们并不是想要借机什么敛财，通过这个所谓的打赏致富，然后带货说当然我们现在带我们自己的高看，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对，这也是我想说的，就是为什么要更加真实的？因为我想到这个事情，我还是挺害怕的，挺后怕自己会犯错的。这也是我另外说，哪怕别人说你好棒你真的很好我也不能太把自己当一回事的原因，就是我们要做自己的过程中，不得不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观众成为观众对，因为别人是无法取代你的。OK， 这都是我不想要的。还有两个事情，他也同时给我触发，一个是崔永元分享的，他说他很敬佩的一个作家他其实在国内是不被允许写书的。那他呢告诉别人说，最近我有一些很多想法，我要去写一本书。人家他的朋友就好心劝他说，你写的书是没办法出版的，为什么还要写书你知道这作家怎么说吗？怎么说？他说，请注意我说的是写书，我没说要出版。也就是说，他把分享自己的
纯粹的想法作为第一目的。你怎么知道100年以后他写的东西不会被流传下来、保留记录下来？人家只关注的点就是写书，对我们来讲就是做好内容。虽然这不就是以前我看的一个韩剧叫我叫金山顺，那个特别红的，里面这句有一句台词很感动我，他说跳舞吧就像没有人看你跳舞那个样子。就是还有包括以前别人说的那个登山的人，他们经常说一句话，为什么要登山？因为山就在那里。就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 as if no one cares, no one watches。对，就是这样的才是我想追求的。我冥冥中感觉我的做法会是对的。好，最后一个触发我的就是我定的老高的频道，因为我是订阅的内容啊，但我大概讲一讲，他居然主动的放弃了很多自己做的很好的事情，对不对？他做到300万的时候，把订阅数给关闭了。他可以赚很多很多钱，但他很多都不去，因为他只是感到不安，他接不住这个事情。那么尤其你刚提醒的特别好，尤其是做了慈善以后，我觉得很多大家的力量我是接不住的，所以我要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而且我们也不是专职做这方面的慈善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只要默默的去继续去捐赠就是了。对的，好，那么感觉只是一个心法上的变化，我想分享一下。那么我想要什么？我该怎么样去做吗？补充一点，我觉得其实我还观察到的是，我们要停止的就是无意识的继续把自己放在和别的那些 YouTuber 的比较的。当然，你这个提醒的非常好。因为昨天我跟你分享了一句话嘛，是我看到的一个我非常欣赏的喜剧演员，他说的，他去参加了一个喜剧综艺节目之后，他获奖了。获奖的他的感言是，他原本以为喜剧是一场所谓竞争或者说是征服的过程，你要征服观众才能评委。但是最后他发现，对自己最大的收获，喜剧是一场相遇。对，就是它是一个过程本身就是喜剧。我觉得做频道也是一种，对吧？包括以前我说过的，海龟先生海龟先生这个乐队里面，他在参加这档乐队的夏天综艺节目当中，这个主唱是个基督徒，他说要相信每一个存在，每一个乐队都是合理的存在。要压抑住自己，要拼命比较的这种卑贱的灵魂，这句话是我非常喜欢的。对，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形容词非常贴切。不断去拿自己和别人比较，总觉得说我要赢过别人，这是一种真的是比较 low 的一个心态。我们也可以来先讲这一趴，这本身也是我想要讲的。因为为什么冥冥中感觉这样是对呢？因为我自己只是设想啊 ，OK， 我现在关注点只放到内容，对吧？那我会少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我跟你举例，我就可以不这么关注流量好不好，对吧？这当然这是我这个跟大家道歉的原因啊，我也会不太关注粉丝增长的快与慢，对啊，我也更不会关注别人做的好与不好，为什么他做那么烂有这么多人看啊？我不太会关注了，我哪怕只是起心动念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我就发现有这个变化，不错啊，修炼了，而且我会在想，到底讲什么是我真正关心的。还有我一下就会有这么多 mind shift 导致你的 action shift。对，肯定啊，然后你就会想什么是我擅长的，然后你就会回头去 sharpen your souls。对的。至于就是说你把自己变得很愚钝的这种钝感力之后，还能不能做好，我们待会儿在最后分享啊。那么好，我想要怎样呢？我觉得第一还要保持我们的真实，这是很重要。我不是说不真实就不成为这个节目嘛，但是我想要，为什么？你看我们讲的是什么？夫妻对谈。我们俩以前没有时间聊，现在每天花这么多时间聊，我能不保持真实吗？还有我们见了观众，尤其是我们送饭以后，我见到的个个都是真实的观众啊，对吧？无论他住的房子不好，还是他住的特别好，不论这个人是微笑的还是不微笑的，不论这个是老年还是一个青年，他都是真实的个体。面对这些人，我就无法做到不真实。对，还有我们的真实表现在，并不是我们有脚本，然后跟着一个脉络去这样去念稿。当然，偶尔用脚本啊。我是拒绝跟你要之前那些 rehearsal， 对吧？很多次吵架都是因为这个。我觉得就是需要有我们两个想过的，但是没有交流过的这个经验，然后在录制节目的过程当中，本身对我们两个的关系的修复也好，或者说对我们两个各自的进一步的探索，还有就是寻找共同。和想办法去弥合差异的过程，这是我们本身的在马来西亚本来就立下的一个目标啊。对，但还是要达到一定的这个发布的我们自己设立的标准嘛，所以我们也有很多是录了没有发的，对吧？或者录好几遍。OK， 那么真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我们还是坚持分享个体感受嘛。所以很多人就不用 challenge 了，说你为什么不这样啊？或者说你已经出来了，你还要怎样啊？或者大马人不需要管，我觉得这些你就不需要 care 了，因为我讲的只是我的个体感受而已。我们两个小我这就是我最近也是看到一句非常酷的回复，就是说
Thank you, but not for me 对，这是我想要的。你看，我一直强调真实和个体，这回我想要再加一点，就是我们也要修炼一种能够把它给一个话题给讲出来的能力，因为道可道啊，但是我们也要有自己的一个方法，不是说我们怀着一个好的一个想法以后，我就没有能力在平台上做出合格的甚至于高质量的产品。我觉得不是这样，我们要继续保持耳观六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自己去学习，然后自己要花时间去思索这个问题意味着什么，它的根源是什么。对，讲到这个我就还是挺轻松的。OK， 那么接下来可能要回答一些疑问，因为比如说，我相信你也会有，哎，你上来就说要给观众道歉啊，对吧？然后我自己给自己举例啊，比方说我们讲这个宋姐的时候，讲这个太美了，什么好恐怖，对吧？这些算不算哗众取宠？我个人给到自己一个判断标准啊，我觉得这不叫哗众取宠。为什么？第一，事实发生，就他确实当时讲了好恐怖，好恐怖的是什么？那我可以保留一个新闻的价值在里面。它是有一个真实的依托基础的，是发生过的事实。对，还有就是说，这个真实是我们内心的感受。因为我是觉得宋姐摘下口罩跟我们笑的时候是很美，还有就是大家一哄而上的那个样子是很恐怖，就是我真的是感受到了人群不受控制的这种恐怖。是的，是的，所以这种我还是会继续的。但我后悔的是什么？后悔的就是前2天我去那个看义卖我说Merdeka震惊中国人，我觉得这个是我后悔的。我没有被震惊，我一点都没有被震惊。我有啊，你有？那早说嘛！我大家都站起来唱国歌，我是流泪了，我真的流泪了。但我觉得没有到震惊中国人，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我内心是哗众取宠的啊，这是一个标准啊。对我自己来说，早知道你嘛，我就说震惊王泰。我是浑身站立鸡皮疙瘩起来，然后头发都竖起来的那种，然后我就想到。我好像在国内听到自己的国家的国歌，我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举动，我更不敢在公众场合去高声唱出这个歌词，我是真的超感动、超站立。因为我的目标啊，就是让自己过了很多年回看的时候，让我们的孩子来看我们节目的时候，不会感到羞耻嘛。所以可能说，我说他国歌呀，或者讲 Wilson 唱的歌啊，或者讲你啊，我内心可能会更加安心一点。就是你是看不出来的，像很多食品，消费者是吃不出来好坏是否健康的。国歌我也很感动，他唱的那个。我也是眼底湿湿。对 ，OK。那么这是一个关于热点啊，你看很难，但是你说简单吧，也很简单，就是回归内心，你自己来判断。那么第二个，时事话题、热点、关注点要不要追？我觉得还是要追的。就是你必须要有自己深入思考，还有我们有一些新发现的情况下，再去所谓的蹭那个热点，有感而发。对，就是说你借它这个 vehicle 达到你自己的目的，我觉得是可以的。你只是借这个 vehicle 啊，虽然很多人看，但是你没有目的，或者你每次都只是借这个热点，那这个是我不会去做的。对，而且你要知道，这个热点上面，我们作为个体所不擅长的是挖掘这个事情的真相，我们是一个间接者，而且我们没有这个专业能力，所以这个热点我们能够挖得多深。其实我觉得在真实性方面，我们是很难做到调查记者的深度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长处是什么，对，我们的弱处是什么，对，就不应该去做那些事情。你这个也提醒我，那么我们分享自己的内心的真实感受，这个就没有对错的，它相对也是安全的，是吧？对啊。那么简单来讲，真实也好啊，这个热点啊，我们找的这些用的一些词啊，我都是要多加一个质量把关的门槛，就是看自己内心是否过得去，就是这么简单。是的，要摒弃这种，就像那个马来西亚女作家李子书，那时候我们听梁文道的专访，他说的就是要克制住要炫耀自己的这个想法。对，应该就是平铺直叙的，用更多事实的，还有自己的主观的感受，然后去说。是的，而不是用一些奇淫巧技。对的。然后一时去所谓以前古代嫔妃叫以色侍君，我们就是以色侍观众，不常见的。对，那这个呢，就像有一个观众啊，我记得他之前说，哎呀，你这个才1万都不到的这个小频道啊，居然 How dare you 说什么什么，或者有些朋友为我惋惜说，哎呀，你未来一定会做得很好，或者你现在怎么流量还不高，我觉得我都不会再 care， 我会对不起这两方，但是呢，对我自己特别安心，我就会睡得很踏实，这跟投资一样的啊，你得让自己踏实，对吧？OK， 也非常感谢你给我的补充啊，觉得非常好，完善了我的整个想法。那不就上海人说的嘛，我们就是扫帚配风纪，
就是扫地的那个东西，配上这个马桶配锅机是吧？啊，配到一起。马桶配马桶刷，马桶刷是吧？对，配好。OK。还有少年夫妻老来伴嘛，老了还得在一起，所以现在得挖掘一下哪些方面是可以共同欣赏，对，共存共荣，走向衰老，就让他保持这种质朴简单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未来在形式上也会跟他简单一点。好，谢谢你啊，我也辛苦了，你也辛苦了。这样讲，我觉得就过了一个非常好的一天。可以吃猪肉粉了吧？走。